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，近几年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。但因为很多人对于糖尿病的初期症状都不太了解，所以等到发现时，病症已经加重。那今天木子就跟大家来说说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有哪些。第一个，尿频。糖尿病人因为血液中的血糖太高，就会导致多余的糖分只能通过尿液排出去，从而就增加了上厕所的次数，而且这种尿频的症状在晚上会比较频繁。第二个，皮肤瘙痒。皮肤瘙痒也是糖尿病的病症之一，因为当体内的血糖过高的时候，就会导致皮肤缺水，然后呢就会让人出现皮肤瘙痒的症状。那这个时候啊，病人可以多喝水，并适当的涂抹一些身体乳来缓解瘙痒的情况。第三个，体重下降。虽然得了糖尿病会增加人的饮食量，但与此同时呢，也会让人出现体重下降的情况。所以当你出现莫名的体重下降时，就要注意可能是糖尿病出现。如果前一天睡得好，那么第二天也会精神饱满，活力十足。但如果长期失眠，睡不好，抵抗力呢也会变差，对身体不利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用来泡水喝，有助改善失眠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很多女性喜欢的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蜂蜜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有很好的安神助眠的作用。经常泡水喝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，莲子心。莲子心味苦性寒，入心肾肺经，有清心安神的作用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在睡前用莲子心泡水喝，能促进睡眠，对改善失眠有一定帮助。对于身体肥胖的人来说，是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吃，可是啊也没瘦下去。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吃点坚果，坚果能够促进身体排毒，对控制体重有帮助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。第一种，腰果。腰果含有的热量很低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脂溶性维生素、油脂和矿物质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很适合肥胖的人吃。第二种，花生。花生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维生素，适当的吃一些可以促进身体脂肪代谢，能有效的控制体重，帮助增强体质，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。第三种，开心果。开心果有鲜果的美称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、维生素、油脂以及微量元素，经常吃能润肠通便，促进排毒，也能够帮助增强体质，延缓衰老。人人都害怕肾虚，那中医认为腰为肾之府，如果肾脏虚弱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腰无力、腿没劲儿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养肾很重要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养肾，改善腰腿无力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用菟丝子煮水喝。菟丝子有很重要的作用，它归肝脾肾3经，有很好的补益肝肾、益精壮阳的作用。那对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有很好的改善效果。那大家可以取7克的菟丝子和适量的白糖，然后把它们放到锅中煮开，大约煮15到20分钟就可以喝了。那男性朋友没事的时候可以喝点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，也能够让腰腿更强壮。不过呀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如果菟丝子喝多了，很可能会有上火的情况，那这时呢就不建议继续喝。血液在我们身体中是不断流动的，但是一天中血液会有最粘稠的时候，那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那就是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身体啊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，体内水分会流失，这时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，一般到了早上5点左右，也就是最顶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早起后会有头晕头痛、视力模糊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稀释血液，大家可以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荞麦。荞麦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净化血液，让血管更加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。第二种，洋葱。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软化血管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有很。胃不好的人啊，很可能呢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导致的，经常会有胃疼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常用2物泡水喝，有助肠胃健康。
茉莉花泡水喝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喝到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有温中和胃、抗菌消炎的功效，而且茉莉花中含有挥发油，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铁皮石斛泡水。铁皮石斛性味甘，归胃、肺、肾经，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多糖粘胶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修复胃黏膜、杀菌养胃的功效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肠胃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。幽门螺杆菌对于胃部是有很大伤害的。那当胃部出现幽门螺杆菌时，可能会有口臭、胃疼、消化不良等现象出现。那俗话说，病从口入。如果想把幽门螺杆菌拒之门外，下面2种食物要尽量少吃。第一种，少吃剩菜剩饭。虽然节俭是好事，但是剩菜剩饭最好还是少吃，因为饭菜一顿不吃完，很容易滋生细菌。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很容易感染幽门螺杆菌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第二种，少吃油腻辛辣食物。平时我们吃的烧烤和火锅都属于油腻辛辣的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也是幽门螺杆菌喜欢的。如果长时间吃的话，很容易给肠胃造成伤害。所以为了肠胃健康着想，上面这2种食物还是尽量少吃吧。这样或能把幽门螺杆菌拒之门外。那想要肠胃好，平时还可以用陈皮和蒲公英泡水喝，有养胃护胃的作用。生活中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，大多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那么一定要注意饮食。那下面这3种食物最好忌嘴。第一种，火锅。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，火锅虽然好吃，但是火锅比较辛辣，还很烫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刺激甲状腺，不利于甲状腺的健康。第二种，富含碘的食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含碘多的食物也要忌嘴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。经常吃的话，不仅不利于甲状腺的恢复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。第3种，浓茶。浓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因为浓茶中含有非常多的咖啡因，喝多了容易影响新陈代谢，会使甲状腺结节慢慢的变大，不利于恢复，所以也要忌嘴才行哦。玉米是好吃又有营养的一种粗粮。如果吃早餐的时候适当的吃一些玉米，身体会收获一些好处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好处吧。第一，能缓解衰老。玉米属于粗粮，其中富含维生素 E 和玉米黄素，可以促进细胞分裂和对抗眼睛老化，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第二，能预防便秘。玉米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经常吃能够增强肠胃蠕动，促进大便的排泄，有利于预防便秘。第3，能保护眼睛。玉米里含有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经常吃有很好的保护眼睛的作用。虽然吃玉米有好处，但有2类人不适合吃，那就是缺钙、铁的人和肠胃功能不好的人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哦。得了，就报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